距今约2500年以前，尼泊尔与印度的国境附近有释迦族的国家，其国都是迦毗罗卫城。这是身为释迦族的王子，居于迦毗罗卫城，却弃城出家，修行悟道成佛，说法拯救众生的世尊的故事。佛典故事：优波离的出家。世尊带着许多弟子回到故乡迦毗罗卫城来了。这一年，世尊年方36岁，据说是他离开故乡7年后的事。迦毗罗卫城的宫殿为了迎接世尊的归乡而沸腾，连宫殿外也有许多人等不及走到街上翘首盼望。世尊的事啊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他那原是本国的王子，在国王净饭王的城里头，和美丽的太子妃耶输陀罗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。但是在7年前呢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呢。总之这事情是非常的复杂呀。你疼死我了！小心点，优波离呀你！可恶，优波离，小心点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被骂的是理发师优波离。虽然年纪还很小，因为手艺巧，在宫殿和城里有许多的顾客。请问后来他怎么样了？就在7年前呢，他忽然放弃王子的身份，他出家了，走到南方遥远的国家，然后在深山林子里不断苦行了6年，最后他终于那个了，他得道了，你知道吧？得道是什么？那是很了不起的宝物，有了那个宝物，世上的烦恼痛苦，马上就消除了，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。人们想分享那个宝物啊，争着要成为世尊的弟子。现在啊，他的徒弟，据说超过1000人呢。请问那个宝物是什么形状的东西？能不能告诉我？什么？你说你什么都知道的。是啊。那就请你告诉我，能分给1000人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形状的？赶快告诉我嘛！就算是我，偶尔也有不知道的事，别害我丢脸好不好？小鬼，不准害主人丢脸。对不起。世尊到了！我最宝贝的胡子，你看看，你做什么把我胡子都给弄断了你？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不可原谅，罚他100棍子，现在就开始给我打。我知道了。变得这么丑了哟！别怨我啊，我会慢慢的打，这样比较不会痛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不行，请你尽快的打完，快！可是那样会痛的。快点，快点嘛！能够马上消除烦恼痛苦的宝物，我也想分一点。如果不能分到，至少我也要看一眼。奇怪了，根本就没有宝物啊！世尊手上拿的只是一个脏钵啊！可是
前面，父亲净饭王自己骑在白象上的金鱼等待。衣着华贵的家臣和女官们一字排开，等待世尊一行人的到来。啊，太子啊！我等得快不耐烦了。哎呀，你瘦了，7年来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多年来让你担心了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算了，先进去里面休息吧。还有，你的弟子也进来，过来吧。杨波离，今天你不必来理发了。求求你，请让我进去，我想听世尊说话嘛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少说梦话了，赶快滚回家吧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看看自己的身份，优波离听到这句话，一句话都无法回答。理发师的身份在当时属于首陀罗，也就是奴隶。当时的印度大略分成4个阶级，第一个是婆罗门，也就是奉神的祭司者；第二个是刹帝利，也就是国王与其家属；接着是吠舍，也就是从事生产的人；最后是首陀罗，是服侍上面3个阶级的奴隶阶级。在下面还有被称为非人，不被认为是人的族群。人们一出生被决定属于哪个阶级，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。当然了，像我这种身份的人，自然没有资格听世尊的话。可是，我想听嘛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吃啊！看到了。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宫殿，你现在就已经继承我，成为伟大的转轮王了。告诉我，你对宫殿生活哪里不满了？我对宫殿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。哦，所以我才害怕，认为理所当然的年轻跟健康，不，甚至是生命，都会有结束的一天。不怕老，不怕病，不怕死的真正的平稳，为了追求真正的平稳，所以我才离家。开始的时候，我逐一拜访德高望重的先人，请求教导，却没有遇到能满足我心的名师。于是我自己躲入林中，尝试各种苦行。经过了6年，只见身心日益衰弱，不见任何成果。于是我放弃了无益的苦行，离开了林子，走到尼连禅河岸沐浴，得到牧女一碗乳糜的供养，恢复体力。然后我下定决心，在一棵大菩提树下进入冥想。最后，我终于悟到了真正的道。道，终于找到那个宝物了。我悟到了，人类的一切痛苦都起源于自己，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。原来不是宝物啊！我更深入悟道，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，解脱自己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。等一等，心灵的平和，这可能是比宝物更珍贵的话了。对，我一定要听得更清楚才行。哎，那边好像有人呢。哇！
呀，什么啊？原来是狗！哎，走开，不可以来这个地方哦！快走，快走！再见。再见。那个孩子什么时候进宫的？且说这边的宫殿大厅，世尊正想将自己的弟子介绍给城内的人，可是父亲净饭王怎么也无法由衷的高兴，因为他还在乎世尊一行人的寒酸衣着。你的徒弟似乎个个都是身份高尚的婆罗门，可是很抱歉呐，个个看起来面容憔悴，一脸的贫相，还有呢，这衣服呢也太寒酸了。我看呢，就让我送给你还有你的徒弟一些新的衣服穿吧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为你在林中建精舍吧。我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。可是，对了，父王，公主呢？耶输陀罗听到你要回来的消息，很高兴。结果呢，今天你到了，他就说，他身为弃妇，无脸见人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我看你就自己去见他吧。我知道了。你看怎么样啊？从我们高贵的释迦族人中选择一些精英，送去做太子的弟子，围绕在太子的身边，壮大他的声势。你认为怎么样啊？真是个好主意。那么明天我就去剃光头，准备服侍世尊。除了国王之外，释迦族地位最高的就是我了。你愿意去啊？我现在呢，就去拜访每一个家庭，叫他们派一个年轻人出家，成为世尊的弟子。哎呀，说得好啊，目犍罗什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晚霞照射着美丽的宫殿，世尊与妻儿耶输陀罗、罗睺罗相隔7年的再会。耶输陀罗，7年前我离开这个房间，离开了你跟罗睺罗2人。可是那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，我对你的爱一直不变，请你谅解。我认为无论有多令人心醉，男女之爱终究只是执着，只是迷惑，会带来忧愁跟悲伤。该舍的是执着，该取的是真道，该取的是永远不变的真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耶输陀罗，请你也舍弃执着，跟我一起为了更大、更广阔的真道而活，你觉得好？